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特别走心的故事，是我服务过的一个特别案例，关于一个安徽农村姑娘和一个台湾男孩的爱情故事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人生有时候真的是大起大落，也让我看到了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。张小月是我去年接待的一位客户，今年29岁，皮肤白皙，五官精致，是个气质很好的姑娘。第一次见她时，她坐在我的咨询室里，手指不停地搓着纸巾，眼圈有点红。我就知道这姑娘肯定有故事。丽姐，我想找个台湾的对象。她开门见山地说。我有点惊讶，毕竟现在找大陆对象的已经不少了，但是专门指明要找台湾对象的还真不多。为什么一定要台湾的呢？我问她。小月低下头，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，因为我曾经错过了一个人，他现在在台北。哎呀，我一听就明白了，这是个旧情未了的故事啊！我赶紧拿出纸笔，来，姑娘，跟丽姐说说是什么样的故事。小月的故事从她的出生说起。她出生在安徽一个偏远的小村庄，刚出生就被遗弃在当地福利院门口。直到12岁那年，她才被一个中产家庭收养。我当时特别开心，以为终于有家了。小月的眼睛黯淡下来，可惜好景不长。养母对我还不错，但养父他没有继续说下去。但我能猜到那段日子肯定不好过，这孩子命真是苦啊。高考那年，我拼了命地学习，就是想离开那个家。小月说，最后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大学，我终于可以搬出来住了。大学期间，小月勤工俭学，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打工上。大三那年，学校有个交换生项目，可以去台湾的大学学习1个学期。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，也是第一次去台湾。说起这段往事，小月的眼睛亮了起来。在那里，我认识了陈俊明。陈俊明是台湾大学的学生，比小月大2岁，当时是学生会的干部，负责接待这批交换生。第一次见面，他穿着普通的 T 恤牛仔裤，戴着眼镜，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的学生。小月回忆道，但他特别热心，带我们熟悉校园，介绍当地的风俗习惯。慢慢的，陈俊明和小月熟悉起来，经常一起去图书馆学习，一起吃饭。有时候陈俊明还会带小月去台北的各个角落逛逛。他带我去了九份、淡水、西门町，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台湾。小月的眼神中充满怀念。我原本以为台湾就是个穷地方，去了才发现人家发展的多好啊！街道干净整洁，市民素质高，服务行业特别规范，我不禁点点头。很多大陆人确实对台湾有误解，以为台湾经济落后，其实台湾的人均收入比很多大陆城市还高呢。最让我震惊的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。小月继续说，陈俊明带我去了一些庙宇和历史街区，那种氛围，那种对传统的尊重，真的让我大开眼界。在台湾的日子，小月和陈俊明越来越亲密。陈俊明经常给小月讲台湾的历史和文化，带她吃地道的台湾小吃，教她说一些台湾特有的俚语。他跟我说，好熊就是厉害的意思，虾保卫就是问吃饱了没有。小月笑着说，还有鸡婆表示爱管闲事，北七就是笨蛋的意思。我一开始还以为靠北是骂人的话，结果人家说那只是表示很烦的意思。渐渐的，两人的关系变得暧昧起来，但小月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为什么？我有些不解，你不喜欢他吗？小月摇摇头，我当时太傲慢了，我觉得他家境普通，未来不会有太大发展。而且说实话，我对台湾男生有偏见，觉得他们不如大陆男生能干。这种想法在大陆女孩中确实比较普遍。大陆这些年发展太快，很多人都有一种优越感，觉得大陆什么都比台湾好。但事实上，台湾在很多方面的精细化程度比大陆要高得多。我还嫌弃他太奶，就是太温柔了。小月不好意思地说，在大陆，女孩子都喜欢阳刚一点的男生，但台湾男生普遍比较体贴细心，不太张扬。是啊，这也是两地婚恋观的一个明显差异。大陆女孩多喜欢有霸总气质的男生，觉得男生就该强势一点，而台湾女生则更欣赏温柔体贴、懂得尊重人的男生。1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，我要回大陆了。临走前，陈俊明跟我表白了。
小月的声音有些哽咽，她说她很喜欢我，想跟我继续交往，等我毕业后可以考虑去台湾发展。但小月拒绝了，我当时给她的理由是两地太远，异地恋太辛苦。但实际上，小月叹了口气，我心里瞧不起她。我觉得她家境一般，前途平平，不是我理想中的对象。回到大陆后，小月偶尔还会跟陈俊明保持联系，但渐渐的联系越来越少。大学毕业后，小月进入了一家外企工作，薪水不错，生活也算稳定。我谈过几次恋爱，但都没走到最后。小月说，每段感情都是因为对方条件不够好，要么是收入不满意，要么是学历不够，要么是家庭背景不行。我总觉得我值得更好的。去年，小月29岁，依然单身，眼看着身边的朋友都已经结婚生子，她开始着急了。丽姐，你是做婚恋工作的，你知道的，女孩子一过25岁，在婚恋市场上就开始走下坡路了。小月无奈地说，我现在条件其实还可以，但真正合适的对象却越来越少。这就是现实啊，我在婚恋行业这么多年看得太多了。女孩子年轻时眼高于顶，到了适婚年龄才发现好男人早就被人抢光了。男大女小的规律在这个行业特别明显，30岁的优质男性想找25岁的姑娘，而30岁的姑娘却很难找到同龄的优质男性。就在去年年初，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熟人分享的台北房价新闻。小月说，新闻配图是台北市中心的豪宅区。我随意一看，居然在照片背景里看到了陈俊明。原来陈俊明现在已经成为台北一家科技公司的高管，事业非常成功。那张照片是他参加某个科技论坛时被记者拍下的。我赶紧联系了那个朋友，打听陈俊明的情况。小月急切地说，朋友告诉我，陈俊明这些年确实发展得很好。大学毕业后加入了台湾一家初创公司，后来公司上市了，他作为早期员工获得了不少股票。现在他在台北信义区有套豪宅，身价上千万新台币。听到这里，我差点笑出声来。这不就是典型的错过了1个亿吗？当初嫌弃人家条件不好，现在人家发达了就想回头了。但小月的神情让我收起了笑容，她是真的后悔，真的难过。丽姐，我知道我现在的想法很功利，但我是真的想再见他一面。小月真诚地说，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价值观。我曾经太在意物质条件，太在意表面的东西，却忽略了一个人真正的价值。陈君明当年虽然条件普通，但他有梦想，有能力，更重要的是他很善良，很尊重我。我看着他，你确定不只是因为他现在有钱了？我不能说完全不是这个原因。小月很诚实，但更多的是后悔和遗憾。如果当初我不那么傲慢，也许现在我们已经在一起了。而且这些年我交往过不少条件很好的男生，但没有一个能让我有当年跟他在一起时那种感觉。我点点头，那你想怎么做？我想去台湾找他，当面跟他道歉，看看他现在过得怎么样。小月说，即使我们不可能再在一起，我也想正式的跟过去告别。我思考了一下，你知道他现在是不是单身吗？小月摇摇头，不知道，但我得去试试。丽姐，你能帮我吗？我看着这个倔强的姑娘，叹了口气，好吧，我试试看能不能联系上她。但你得做好心理准备，可能他已经有家室了。通过一些人脉关系，我确实联系上了陈俊明。让人意外的是，他居然还是单身。他听说你要去台湾找他，反应怎么样？小月紧张地问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说好啊，欢迎。我如实相告，但也仅此而已，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情绪。小月有些失落，但还是决定去台湾。丽姐，我得去一趟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这都是我人生中必须面对的一刻。就这样，小月办好了去台湾的各种手续，准备重新见到那个她曾经错过的人。在她出发前，我给了她一些建议。首先，不要抱太大期望。我认真地说，7年过去了，他肯定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大学生了，你也不是。其次，保持真诚，别玩什么心机。台湾男生普遍比较直接，不喜欢太复杂的人际关系。最后，尊重他的选择，无论结果如何。小月点点头，我明白，丽姐。我已经想通了，这次去主要是为了了却一段心愿，不是非要复合。
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我相信他是真的成长了。小月抵达台北桃园机场那天，台北正下着毛毛细雨。他拖着行李箱站在出口处，忐忑不安。陈俊明说会来接他，但他不确定7年后的重逢会是什么样子。小月，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从背后传来。小月转身看到了陈俊明，他比7年前成熟了许多，穿着得体的灰色西装，头发剪得很短，眼镜换成了细框的款式，整个人散发着成功人士的气场，但笑容还是那么温暖，眼神还是那么温柔。俊明，小月忍不住红了眼眶。别哭啊，陈俊明笑着递给他一包纸巾，你还是老样子，那么爱哭。这一句话瞬间把小月拉回了7年前，那时候他每次看感人电影都会哭得稀里哗啦。陈俊明总是笑着给他递纸巾，谢谢你来接我。小月擦擦眼泪，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自然一点，应该的，你是客人嘛。陈俊明接过他的行李箱，走吧，我带你去酒店办入住。在去酒店的路上，两人聊了一些近况。陈俊明现在是一家科技公司的技术总监，主要负责人工智能方面的研发。其实我大学毕业后运气很好，陈俊明说，加入了一家做半导体的创业公司，跟着几位创始人一起打拼。现在公司已经上市了，我也算是公司元老了。小月点点头，我听说了，你现在很厉害。陈俊明笑了笑，哪有，只是赶上了好时候。台湾的科技产业这些年发展很快，我刚好在对的时间做了对的选择。这种谦虚的态度让小月更加后悔当初的决定。在大陆，很多人取得一点成绩就喜欢炫耀，但陈俊明已经这么成功了，却依然保持着谦逊和低调。办理好入住手续后，陈俊明问小月，你想先休息一下，还是想去逛逛？我想去逛逛，小月说，毕竟7年没来台北了，想看看这座城市变了多少。陈俊明笑着说，好啊，我带你去信义区吧，那里现在是台北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。信义区确实让小月眼前一亮，高耸的台北101大楼，宽敞整洁的街道，各种国际品牌的旗舰店，街头艺人的表演，处处都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活力和品质。台北变化好大啊，小月感叹道。是啊，陈俊明点点头。这些年台湾的经济虽然增长没有大陆那么快，但生活质量一直在稳步提高。特别是在城市规划、环保、文化保护这些方面，政府做了很多工作。两人一边走一边聊，不知不觉就到了晚餐时间，想吃什么？陈俊明问。随便，你来安排吧。小月说。陈俊明带他去了一家本地人喜欢的餐厅，点了几道台湾特色菜。这个是三杯鸡，是台湾特色菜，用酱油、米酒和麻油各一杯来烹调的，味道很香。陈俊明介绍道，这个是卤肉饭，是台湾最普遍的小吃之一。这个是蚵仔煎，就是用淡江煎的牡蛎饼。小月尝了一口三杯鸡，太好吃了，比我在大陆吃的台湾菜正宗多了。陈俊明笑了，那当然，正宗的台湾菜就是这个味道。两人边吃边聊，气氛渐渐轻松起来。直到快结束晚餐时，小月才鼓起勇气说出了此行的目的。俊明，我这次来其实是想跟你道歉。小月认真地说，当年是我太傲慢了，陈俊明摆摆手，都过去了，没必要再提。我们都年轻过，都犯过错。不，我必须说出来。小月坚持道，当年我拒绝你，不是因为异地恋太辛苦，而是我瞧不起你。我觉得你家境普通，前途有限，配不上我。说出这些话，小月觉得无比羞愧，但她必须面对自己过去的错误。陈俊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我知道。小月惊讶地抬头，你知道？我不傻。陈俊明笑了笑，你回大陆后那么快就断了联系。我能猜到原因。再说，大陆女孩看不上台湾男生的例子太多了，我早就习惯了。这句话让小月更加惭愧。确实，很多大陆女孩都有这种心态，觉得台湾经济落后，台湾男生没出息。但事实却恰恰相反，台湾的人均 GDP 至今仍高于大陆大部分地区，生活品质也普遍较高。对不起，小月低下头，我当时真的太蠢了。没关系，陈俊明宽容地说，人总是会成长的。
看得出来你已经改变了很多。小月鼓起勇气问道：那我们现在还有可能吗？陈俊明愣了一下，然后笑着摇摇头：小月，你还是那么直接。我想知道答案。小月坚持道：老实说，我不知道。陈俊明认真地说：7年了，我们都变了，我不确定现在的我们是否合适。而且两地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差异很大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小月点点头：我明白，我可以在台北多住几天吗？我想多了解现在的你，也想多了解台湾的生活。当然可以，陈俊明爽快地答应了。正好我这周末有空，可以带你四处转转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陈俊明带小月去了很多地方。他们去了阳明山看日落，去了九份感受怀旧风情，去了淡水河边散步，甚至参观了陈俊明的公司和他在信义区的豪宅。你家真漂亮。小月参观完陈俊明的公寓后，由衷的感叹：那是一套200多平米的大户型，装修简约但很有品味，从阳台可以看到台北101的全景。谢谢，陈俊明笑着说，其实我平时很忙，很少在家。买这套房子，一是为了投资，二是他顿了顿，二是想有一个像样的地方，将来可以成家。这句话让小月心里一动。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他忍不住问道。没有，陈俊明摇摇头，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谈恋爱。小月松了口气，心里涌起一丝希望。在台北的日子，小月不仅重新认识了陈俊明，也重新认识了台湾。她发现台湾社会有很多值得大陆学习的地方，市民的公德意识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，社会的包容性，服务业的规范化，这些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更让她感动的是台湾人的热情和善良。陈俊明的朋友们知道他是从大陆来的，都很热情地招待他，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偏见或敌意。台湾人真的很友善，小月感叹道，完全没有我想象中的那种敌意。普通民众之间从来就没有什么冲突。陈俊明说，政治是政治，生活是生活，两岸同胞血脉相连，这一点是不会变的。小月也逐渐了解到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。台湾男生普遍比较顾家，陈俊明的一个女性朋友告诉小月，他们会分担家务，照顾孩子，尊重女性的事业发展，不像有些大陆男生结了婚就希望女方相夫教子，把所有家务都推给女方。而且台湾男生普遍比较细心体贴。另一位朋友补充道，可能是因为从小受的教育不同，他们懂得尊重女性，懂得关心人的感受。小月想起了陈俊明当年的种种体贴，记得他喜欢什么食物，注意到他心情不好时默默递上一杯奶茶，下雨天总是坚持送他回宿舍。这些细节在当时的他看来不值一提，现在想来却弥足珍贵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小月回忆到这里时对我说，有一次我在社交平台上看到一句话，长大后才发现，原来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恰恰是最难得的。我现在终于明白这句话的含义了。是啊，多少人都是在失去后才懂得珍惜。我听过太多类似的故事了。在台北的最后一天，陈俊明请小月吃了顿饭，地点是台北101大楼上的一家高级餐厅。这是我最喜欢的餐厅，陈俊明说，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台北城的夜景。小月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灯火辉煌的台北城在夜色中宛如一颗闪烁的明珠，美得令人窒息。俊明，小月深吸一口气，这些天我想了很多。我知道当初是我错了，但我真的希望能有机会重新开始。我可以来台湾工作，或者你可以考虑去大陆发展。陈俊明笑了笑。小月，你还是那么干脆利落。我只是不想再错过了，小月真诚地说。陈俊明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，其实我这几天也在想这个问题。我不否认，见到你后我心里还是有感觉的，但是重新开始谈何容易。两岸之间的距离不仅仅是地理上的。我知道会有困难，小月坚定地说，但我愿意尝试。陈俊明看着他，眼神复杂，给我一点时间考虑，好吗？小月点点头，我会等你的答案。第二天，陈俊明送小月去机场。临别时，小月忍不住问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陈俊明笑了笑，还在思考中。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，
这是送给你的礼物，等你回到大陆再打开。小月接过盒子，心里忐忑不安。保持联系，他试探着问。保持联系，陈俊明点点头。回到大陆后，小月立刻打开了那个小盒子，里面是一枚精致的台湾玉雕吊坠，还有一张纸条，时机到了，我会去找你。看到这张纸条，小月激动地哭了出来。这意味着陈俊明并没有拒绝她，只是需要时间。1个月后，陈俊明突然告诉小月，他要去上海出差，问他有没有时间见面。小月欣喜若狂，立刻答应了。2人在上海见面后，陈俊明告诉小月一个好消息，他的公司准备在上海设立分公司，他将负责筹建工作，未来1年里会经常往返两地。这是不是意味着？小月激动地问。这意味着我们有机会慢慢了解彼此，看看是否真的合适。陈俊明认真地说，我不想操之过急，也不想因为一时冲动做出决定。我希望我们都能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。这种务实的态度让小月更加欣赏他。在大陆，很多人谈恋爱喜欢轰轰烈烈，但往往缺乏长远规划。而陈俊明这种谨慎且负责任的态度，恰恰是稳定关系的基础。丽姐，现在我和陈俊明正处于异地恋阶段。小月告诉我，虽然我们还没有明确关系，但已经在往那个方向发展了。他每个月都会来上海几次，我也计划年底再去台湾玩几天。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打算？谁去谁那边定居？我好奇地问。这个我们还在商量。小月说，如果他的上海分公司发展顺利，他可能会长期在上海工作，如果不行，我也考虑过去台湾发展。其实对我来说，在哪里生活并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和谁一起生活。听到这里，我不禁感慨万千。这个曾经看重物质条件的姑娘，现在终于明白了爱情的真谛。丽姐，我最大的感悟就是不要让傲慢蒙蔽了双眼。小月真诚地说，当年我以为台湾落后，台湾男生没出息，结果错过了一段可能很美好的感情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点，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闪光点。用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不同，才能发现更多的美好。那现在你对陈俊明的感情是真的吗？不是因为他现在条件好了。我还是忍不住问了这个问题。我不能说完全不受影响，小月坦率地承认，但更多的是我欣赏他的为人。这些年他变得更成熟、更稳重，但本质没变，还是那个温暖、细心、有担当的男孩。这种品质比什么豪宅、高薪都重要。我满意的点点头。这个姑娘真的成长了。各位观众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。我对着镜头总结道，婚恋路上眼光要长远，心态要开放。不要因为地域文化的差异就轻易否定一段感情，也不要太看重一时的物质条件而忽略了人品和潜力。爱情最难得的是彼此的尊重、理解和共同成长。希望小月和陈俊明的故事能给大家一些启发。下期节目再见。